要说从去年开始就很期待的产品 MB 的 Zeta 排第一的话，那这台 M2 魂的 Gself 一定排第二。作为富野亲力打造的晚期作品，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5年了。这15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 Gself 的产品 ，including HG， 就好像万代跟G复国这作品有仇一样。所以在看到这台 M2 魂公布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终于有一台高规格的刚自己的产品了。不过我蹲了某鱼这么久啊，最近才买到现货，而且很多 UP 也已经拍过了，不算热乎的。但今天还是以我的视点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吧。先来看一下一些基础配件啊，玩具里首先是给了一堆支架的连接件，这次的支架烫金这种一群人跳印度舞的样式确实很有富野的风格。本体的手型方面一共也只给了4对，握枪扣扳机手、开掌手、空心握刀手以及握拳手，品类并不丰富，没有特殊的手型，但也算是够用了。来看到本体啊，首先作为 M2 魂的产品，涂装和一印相比之前的 R 魂，质感当然是有明显的差别了。但你要说有没有零件的新规呢？外甲方面我是没有看出什么差异，肩部为了还原设定算一个，骨架换成了全金属的，可能也有改进，这个留到可动的部分再聊。反正就当前的这个造型涂装而言，我还是相当的满意了，确实有高规格成品该有的感觉。Gself 本身的设定也很有意思 ，RC 世纪的机体已经摆脱了米式的粒子炉，使用所谓的光子电池作为能源，而 Gself 相比普通的机体，使用的是拥有最高压缩蓄能的特别光子电池。2条腿外侧外挂的就是2个带推进能力的电池包了，是可以取下来的。动画中贝尔利也曾分离出去丢出去骗锁，可以说是所有高玩的技术操作了。而机体本身的这一身装甲虽然看着有点玩具风，但实际上是用了远比高达尼姆合金轻量、强度更高的光子装甲。身上的这些透明蓝色键其实就是透明的光子装甲，换句话说，整个机体就是一个巨大的光子电池。如此拥有碾压同时带 MS 性能的机体，设定中的来历却是个谜。虽然机体搭载了核心战机的系统，但能启动的也只有拉莱雅和雷汉顿家族的后人。那么推测这玩意儿是为了保护雷汉顿家族血脉而制造的。而本机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换装系统，也是由德瓦桑卡解析赫尔墨斯蔷薇设计图而制造的，说白了就是 2C 时代的黑历史科技。原设定中一共有7款，而且不同背包还能触发光子装甲的改变颜色。据说富野第一次听到这个设定的时候是很生气的，但是万代很开心啊，这富野光头哪懂什么高达，他说 Gself 不是高达就不是啦。他还说 RC 纪元在到 A 之后呢，还得万代亲自出来辟谣。不过这7款背包并非本期视频的重点啊，咱们这款玩具的主角可是这一款完美背包，由金星殖民圈根据赫尔墨斯蔷薇设计图制造的，集成了之前6件背包所有能力的 Pro Max 版本，而且使用对应能力时，外甲也会变成对应的背包颜色。虽然长得像宇宙背包啊，但战力不在一个级别，而且我个人认为比宇宙背包要好看太多了。另外再搭配上 M2 魂的涂装和一印细节啊，整体的造型我个人依然是非常的满意的，尤其是大量的透明件的应用，这次的透明件发色又非常的给力，所以整体看起来就真的是很漂亮啊。至于有的兄弟认为它过于玩具感了，那我觉得不怪万代啊，机设便是如此。更何况啊，这次的 QC 感觉也挺不错的。OK， 那么既然聊到了完美背包的设定，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刚自己的完美武装吧。这次的 Gself 依旧是标准的武装配置，一对一体的光束军刀，一把祖传的光束步枪，完美背包配置的盾牌以及蜂巢盾面特效。首先 Gself 的光剑是内藏在2侧的衣领内的，但 M2 魂用的还是老2魂的结构，自然是无法还原的，而且还把光剑和光束特效做死成一体的了。设定中的光剑是很细的，超高收束率的高档货，玩具里给的就是一柄常规款。另外，完美背包也兼容高扭力背包的模式，光子装甲在高扭力模式下会变绿，不过动画中对高扭力的表现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可能 Gself 的关节扭力上来了，打人要更快更痛吧，那我也来拍一张飞踢仪表致敬。另外，完美背包上还有2个欺诈飞翼，搭载在背包上的时候可以当做辅助喷口，有一定的可动角度，但也能脱离背包下来单独操作，类似于浮游刃。玩具里也还原了可以取下来的操作，装上连接件就能连到支架上了，表现独立攻击的场景。不过该武装的技术并不来自于之前的背包，而是完美背包自己搭载的额外武装。同样不属于其他背包的还有这一把光束步枪，是永贺制式的标准装备，但 Gself 也能兼容，从登场一开始就一直在使用它。另外 Gself 的头部还装备了火神炮，并且是光束火神炮，威力和射速都是非常优秀的。虽然设定中没有明确提到参数啊，但说不定威力并不逊于永贺制式的步枪。而这枚盾牌就不是制式武装了，而是给完美背包特制的，集成了反射背包的技术，盾牌会产生6边形的光束屏障。玩具这里只是给盾牌的正面加了特效，简单的把特效键扣到盾牌
台上就 OK 了，但实际上是整个机身的周围都能产生护盾弹开攻击，还能吸收攻击的能量为自己所用。此时的机体会变为淡紫色，且背包翼片会产生4片幻影，但玩具这里就没有给什么特效键了，有点差评。另外同样差评的还有这2个盾牌的连接键，虽然直着和90度角2种搭载，但盾牌连接处不是球关而是直装，这就导致盾牌装上以后和肩胛有很大的干涉，但又动不了，固定死了，很难受。其实 Gself 即使没有背包其本身的光子装甲也能通过激发而形成粒子屏障，而飞行背包的能力就是能进一步激发该现象，以机体为中心散射出光子雷射，而完美背包自然也继承了该能力，虽然说出力不高但胜在威慑力和火力覆盖，就好像被打铁花击中一样，非常的炫酷。而完美背包最令人注目的2块翼片，玩具这里是用这样的多段关节去还原机械臂的，两边的末端都是球关连接，把持力度倒是挺不错的。当然了，它也能还原展开的结构，来还原完美背包继承自强袭背包的武装，超高出力的 Mega 粒子炮。当进行射击时，外甲会变为强袭背包的红色，虽然作画上好像没有表现出来，但贝尔利当时装备强袭背包的时候，因为威力太大，还在祈祷这炮千万不要打中人是足可见其威力恐怖的。但即便如此也称不上 Gself 的杀气，因为无敌的完美背包上还集成了来自赫尔墨斯蔷薇设计图的反物质兵器光子鱼雷。虽然理论上湮灭是完全需要正反物质的互相对撞，如果只是单一反物质的话，它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更何况湮灭会激发出同等质量的能量，也不是这样的表现。但显然这个武器的创意是致敬了星际迷航，富野就是想表现科技恐怖的一面，10秒让一整支编队完全静默，不仅无法防御，而且湮灭的能量还能被完美背包回收，堪称无解。当自己的其他武装还有可以发射控制对方机体的牵引光束，以及散布黑雾对光子能量进行感知的玩具也都没有特效键啥的表示一下，可能并不重要吧，毕竟常规的钢自己就已经非常的无敌了。好了，那么介绍了那么多的武装大家看我好像拍的还挺多挺开心的，但实际上我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可动机构的设计就是照搬老二魂的，不仅胸以下的可动堪称残疾，各种干涉非常严重，把玩的体验真的很地狱下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脖子是2段式的关节，但幅度都不是很大，低头能到大概45度左右的样子，抬头可以看到这里的2段关节的拉出，但也只有45度左右的扬起，左右的歪头幅度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的，可能有10度左右的零件公差带来的摆幅，还好360度的头部平转是正常无压力的。大臂根部有前伸拉出关节，配合上内部的直插球关，前伸大概在45度左右，向后摆也能有小20度的范围。360度的手臂大风车当然也是不在话下的。侧平台当然也能轻松达到90度的水平，大臂上段也配置了360度平转关节，但肘部这里有很明显的空档，不知道是不是公差导致的。虚肘是一个双段的关节，2段折叠后基本上能达到180度，手差不多能正好摸到肩胛。手腕是常规的小球关，实际的可动范围也就是前后左右20度的摆动。腰部看似可动很优秀但实际却是一坨狗屎。胸腰间留了一段空隙可以做前后摆动，但幅度非常的小，大概也就是20度多一点。侧摆的幅度就更小了，有没有15度这个？当然了，如果说是为了上背包后的稳固，也能多少理解一点吧。但这个腰部平转只有30度要怎么解释被这2片毫无卵用的裙甲凸起干涉了，太无语了。裙甲的抬起幅度也不是很大，像前裙甲虽然2头都是球关，但因为轴太短也就只能抬到60度，而后裙甲更是短到几乎没有任何的上抬幅度。那照理说为了后踢，下拉关节应该可以转到前方避让，但这次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向下避让的下拉真是让我开眼了。不过还好大腿装甲和裙甲离得远，前踢能略微超过90度，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涉。后踢即使不怎么调整也能到45度左右，调整后能更大。侧平台虽然有轻微的干涉但也能达到正常的90度的水平。360度的大腿平转也是正常的配置了。但到了这个屈膝我就真的是绷不住了你这样看上去好像确实是2段的关节，但你见过因为关节长度太短，小腿根本就折不过来的2段关节吗？它就是只能到90度，小腿肚也没有做内缩的结构。那聪明的小伙伴会说了，你可以先折上面的呀。那这里我就是先把上面的关节折到90度，此时你会发现小腿肚是一个圆形，它到了90度就一定会卡在那儿，所以最后还是只能90度。脚踝甲用的是这样的球关连接，可动的范围倒是不错，脚踝内可以清晰的看到配置了转动的金属关节，然后这个实际的前抬和垫脚范围简直就是来搞笑的呀。脚踝的左右平转范围不大，但手感比较松，就感觉这里会松动一样，而脚部的接地性也并不好，向内也就是30度多一点的样子，向外的话这个幅度就真的是很小了。这个接地做的稀碎的同时前脚掌的分段抬起和下翻折叠幅度也非常的拉垮，讲真的要觉得不想做的话不如不做呢。
对了，还有这个裆部的支架插孔盖板啊，根本就扣不紧，一动就掉，非常的垃圾，而且这个位置也很垃圾啊！你要装支架就只能岔开裆部，本身支架的头就很大啊，就很影响摆 pose。行吧，那么以上就是这台 M2 魂 Gself 的全部内容了。造型啥的我真的是很喜欢的，但咱也明白万代是不可能放着已经有的东西不去用，去完全重新设计的。更何况只是 Gself， 可以看得出万代根本就没有上心，对万代嘛就不能抱有幻想。能出这台 M2 魂也算不错了，估计以机复国的人气啊 ，MG 啥的都别想了，国产也根本不会关注它的，所以这口独享我也只能忍着吃下了。OK， 那么本期评测到此结束，视频制作不易，恳求大家的一键3连啊，下期视频再见。